逆乱、阴阳、倒转，以无之躯奉为牺牲，以无之魂燃为引路灯。换，让公主萧柔重生。这是重生了。日月凌空，乾坤易主。跪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柔儿，这江山就交给你了。父皇，儿臣担不起。父皇，父皇，这江山，朕踏碎了36道白刃，才此成器。自今日始，利笔如刀，当刻朕名。陛下，登基大典吉时已到，还请让臣兄为您系上天子绶带，以全礼司。大殿下，新帝御前自有礼官司仪，请出。九霄，不得无礼，皇兄乃一片赤诚。陛下说的是，臣兄这次送你归西。只享乐的废物也配做龙女？盗匪天罡，宰上奉宰下，你凭什么可以奉称皇？之前对我的好，难道都是假？都是假。父皇带你去观星台，说什么德兰因着你天下，说你是什么天命凤主。那时候我掐死你这个祸根！快去找大祭司！还在做梦？早就是你的人，若是没有他的默许和及时安排，我怎能如此轻易进你的身？今日他绝对不会背叛我。放开他！九霄，竟为他背叛于我，来生我定清清白白做你的驸马，活你一世。快走！快走！九霄。好一个引来
好姐妹的挚友，好一个得蓝阴者得天下。小陈，云兰玉，今日我萧柔化为厉鬼，一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血债血，就因你将死之人，下辈子吧。公主，您怎么了？脸色这么苍白，是做噩梦了吗？冬雪，今日是何年何月何日？回公主，今日是永昌8年3月初3呀，是您及笄的大日子，您别吓我。永昌8年3月初3，今日不仅是我及笄，更是父皇册封叶澜依那个贱人为大祭司的日子。前世就是他背叛我，成了萧晨的人，这一世绝不允许他再登上神坛，绝不。柔儿，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哪儿？臣祝九霄参见长辈殿下。柔儿，若是有来世，我定清清白白做你的父王，护你一世。走啊！瞧你这丫头，跑得满头是汗。今日你及笄，父皇已为你准备了晚宴，该是最高兴的时候，何事让你如此失望？我昨夜做了一个吉凶的噩梦，梦到观星台上黑云压顶，煞气冲天，我心中甚感不安。这就向父皇禀报，今日所有关天象、神职的变动，都暂时取消。还有册封大典，尤其是那叶少司命。柔儿，慎言，你平日里不是最不在乎这些，怎么现在还开始观星起星象吉凶了？还如此针对叶姑娘？萧晨啊，萧晨，原来上辈子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护着我，得蓝阴者得天下，你既已得到他，为何还要让他接近我？柔儿，我慌，梦境不在我这。况且叶姑娘精通天象，深得父皇信任，若真有不妥，她自会去禀赋。你贸然以噩梦解言，恐会引起父皇不悦，也唐突了叶姑娘。皇兄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事关国运，还是小心为上。恭喜大祭司，贺喜大祭司，上承天命，得配天地。蓝颜，父皇要将皇位传于我，可我每天只知吃吃喝喝，哪里担如此重任啊？陛下天命所归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哎呀，你起来！公主，您3岁习文，5岁就写出治国策，惠及万民。整个大殷王朝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当这个皇帝？可是我就想当个闲散公主，和驸马白头到老便好。公主，你还记得您说过的话？为政以德，秉公自省，君子行道，以义为师，无畏艰险，志在兴国。耕者有其田，官者有其职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治国不以权谋私，当以民为天。臣愿生生世世追随陛下，共创大殷盛世。长公主，叶少司命
可真是好手段。平日说着什么不在乎职位，突然就让父皇下了诏书，封了你为大祭司。柔儿，休得！公主真是被梦魇迷了心智。昨夜荧惑守心，确实主内公关，看来当真是应验。应验？你所谓的天下，不过是拿捏人心的把戏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你敢说你心里面没鬼？来人，把公主的吉祭礼喝上。长公主，这是我早在数年前就准备好的贺礼。今日是你吉祭，也是我被封为大祭司的好日子，还请公主享用。你回来了。地势巨高，风星璀璨，却被杀破了三星之境。你的命运。放肆！臣一时失忆，还请公主海涵。这是臣为您准备的吉祭贺礼，恳请公主笑纳。叶大祭司，这又是演的哪出戏？平日里装神弄鬼还不够，又要搞出什么新花样？前世登基那日，也是这只玉子，他究竟打什么主意？叶大祭司的心意，我无福消受。谁知道这簪子里又装着什么样的阴谋和诡计？此礼若是藏祸，臣愿以三魂七魄为镜。臣对天发誓，若是对长公主有半分伤害之心，愿天打五雷轰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启禀长公主殿下，大皇子，各位大人，陛下有旨，即刻赶往宫宴。长公主吉祭晚宴提早开席。生辰晚宴提前，玉簪提前，这场早了3年的晚宴，到底要把我推向怎样的深渊？快走！陆九霄，重来一试，这次换我护你周全。诸位爱卿，今日是柔儿吉祭的大好日子，朕心甚慰。柔儿已到适婚年龄，朕有意为你择一良配。陆九霄年少有为，武艺高强，对我大印忠心耿耿，朕欲将柔儿许配给你。爱卿，意下如何呀？父皇，儿臣不想嫁。柔儿，这是父皇的旨意。父皇，人家不想嫁嘛。儿臣觉得，如今叶姐姐贵为大祭司，与陆公子倒是更般配呢。不如父皇就赐他们2个为婚。公主莫非是昏了头吗？就连民间小儿都知道，德兰因者得天下，这是要将天下拱手让给外星人吗？公主哪在乎什么预言呢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。回皇上，微臣有话想对长公主说。讲。长公主就算不愿意，也用不着乱点鸳鸯谱。微臣即便孤身一人，也绝不将就。那若是跟我在一起，前途艰险，性命堪忧，陆公子，你还会这样选择吗？前途艰难，那么微臣甘愿做公主的马前卒，替殿下扫清一切障碍。若性命堪忧，臣会用命挡在公主面前，护公主殿下一世无忧。父皇，正所谓一寻千金宝，难得有情人。既然陆公子如此的真心，
那不如父皇，儿臣觉得大皇兄跟叶姐姐倒也是郎才女貌，不如将叶姐姐赐给皇兄。净胡闹！臣自幼修行，是以星象护佑大禹。婚嫁之事，万不敢耽误各位前程。到时长公主与陆公子若是强行拆散，恐应了3日之前所说的凤与狼弑之恶兆。胡说八道！来我清玄观。好啊，若你不能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，我就拆了你的清玄观。今日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让父皇给你们俩赐婚，却不知道把握。苏哲在，看看你今天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。我想办法，一定会娶到公主。记住，若不能为我所用，那下次就不是你阿弟的断指，而是你阿妹。为什么3日？就3日，一定娶到长公主。铁头来见。记住，全族36个人的命都系在你身上。小，石头，我一直服气着你，可别让我失望了。是，去准备聘礼吧。陆导，你可小心点，你弟弟的断指还在你口袋里呢。苏哲，臣在。让无双去清玄观等候我的好妹。是。是谁给你的胆量，敢刺杀本宫？杀的就是你！谁给你的？敢在我清玄观门对长公主动手！公主小心！中了我的一日阎罗，还想活命？疯了吗？你这是何苦？公主，别了！你若是真心待我，又为何背叛？这一日阎罗奴性见血光，若一日没有拿到解药，大罗金星。快走！将解药交出来！公主难道不怕死？你明知道我是长公，又怎可能杀我？而且还是在这清水寺，你也不至于蠢钝到如此。说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？公主真是重情重义，聪慧过人，只可惜就是来杀你。公主小心，本爷受伤了，解药在他身上。把解药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九霄，公主可真是好福气，前有叶澜依替你挡，现在又来了个替死鬼。九霄，你不应该为我致辞。没事。来人！你以为我会孤身一人来到清玄观吗？那就看看公主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杀无赦！在呀！你，我没事。
是谁派你来清玄关的？你是在跟踪我，还是跟那帮人是一？虽然我确实知道你会来清玄关找到祭司，但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危。担心我的安危？还是有人故意让你送上门来，演这出苦戏？你说是该先剥了你的皮，还是挖出你的血？前世你为我不要命是真的，可你是萧晨派来接近我也是真，所以这事我该如何护你周全呢？既然你们俩无事，那本宫先走了。公主，你们一个个的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公主请息怒。住口！本宫的事自有定夺，不需要你们的虚情假意。若虚情假意，那为何我们要以命相护呢？若非是以命相护，你觉得你们俩还能站在这里和我说话吗？萧柔，你听我说，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面你成了女帝，前几天你倒在大皇子剑下，我要你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不管是假象还是现实，我都愿以这条命护你一世周全。萧晨用我陆家上下36口人命要挟我与他为伍，可他纵容贪官污吏，视百姓为草芥。公主殿下，你我若是成，不仅可以保全我陆家人的性命，也能为大计打开，让天下贤人为公主左右。陆公子，梦境与现实怎能相提并论？那公主又为何因梦质疑大祭司？难道你真的以为这一切都是巧合吗？若是你嫁给我，北境铁骑都为你所管，谢宗名单便是你的枕边刀，而这道红纸会是改写命运的开始。陆公子，本宫只问你一次，你是为了陆家，还是为了我？这一世只为公主。让公主，若红至现世，便是重生之日。趁萧晨还不知道你是重生人，请尽快布局吧。好。那便依九霄所言，成婚。柔儿，今日与陆九霄完婚，朕甚是欣慰。望今后你们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。谢父皇。平身吧。诸位爱卿，朕依次长公主独立见府，所有事务将由长公主自行决断。日后，长公主府就是朝中砥柱，诸位爱卿一定鼎力相助。想让长公主的情事，这是不是不妥呀？皇上这是想让长公主参与朝政，这女子何以能参与国家大事？女子参政，岂不就是聘金司臣？正所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女子既然嫁人，就应该好好的相夫教子，
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今日嫁女，但长公主既已出嫁，今后就是陆家的人了。即使开设长公主府，也不便参与朝堂政事。爱卿3岁习文，5岁能写下《治国论》吗？朝堂政事，只要有利于天下百姓，何惧于男女之别呢？大皇子，儿臣在。臣儿，朕同时盼你们兄友妹恭，共创大印盛世。儿臣定当。皇上一世英明，万不可糊涂一时。皇上若执意让长公主参与朝政，臣等立马辞官隐退。你们，皇上，臣昨日夜观天象，发现紫微星旁突现祥瑞之光，此光与长公主命星交相辉映，此乃大吉之兆，预示着长公主参政，可保我大印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若是阻拦长公主施展抱负，必遭天谴。叶姑娘精通天文术数，所言定不会有诈。但若是有人敢在这大殿之上，为了一己私利，误了大印前程，才真的该辞官谢罪。父皇，儿臣愿以性命担保，定会竭尽所能，让我大印百姓安居乐业，谋福祉，还望父皇恩准。好，那就依爱卿所言，长公主参政之事无需在意，若再有异议者，便是与天作对。皇妹，得此天命，还真是令人羡慕。皇兄谬赞，今后还要多靠皇兄提点。皇妹真会说笑。柔儿女的职责，就岂会在我之下？皇兄如何？这大婚当日就要将这朝堂天翻地覆，诸位说是不是？大皇子，长公主乃是天意所致，还希望大皇子能够谨言慎行，以免冲撞天意。好一个天，不过是你的借口。皇兄要自己做执旗人。今日虽借天象压住群臣，他们并不会善罢甘休。那些老顽固不过是怕女子掌权，动了他们的利益。紫微星旁确实有异象，3日之后，天狗10日。民间视为大凶之兆。修成会不会借题发挥？他必定会借此机会攻击长公主，触怒上天。谁？鱼儿上钩。殿下，长公主与陆九霄夜来因密谈，提及天狗10日。殿下，此乃天赐良机，我们可联合百官，天象示警为由。不急，让青天剑先发现凶兆，再让百姓们去请。我要让他自冷真情。但是殿下，您觉得陆九霄还信吗？我倒想提醒你，今日他们大婚，还没来得及好好送他贺礼，那就送他女儿香吧。女儿香。是。殿下真是能成大事的人。找到没？快，走去看看。咚咚锵，锣鼓响，天狗吞日黑翻扬，胭脂染指江山事，红妆误国祸心藏。老翁哭泪两行，女子干政惹上苍。
陛下，天狗食日虽被誉为是凶状，但古籍有载，此象亦可为时境晦气，心生祥瑞。父皇，儿臣愿于观星台祈福，若天降灾祸，儿臣愿一力承担。长公主能平息天怒，岂不是天命所归？若长公主不能平息天怒的话，该当何罪啊？今日我萧柔若是不能平息，便以死谢罪。不过皇兄如此笃定我会失败，莫不是早知天象难改？难道这背后可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我的好皇妹，你还真是让本皇兄刮目相看。别以为你把陆家上下都转移了，我就奈何不能。皇兄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长公主！既然你如此自信，那我们不妨赌上一赌。那皇兄想怎么赌啊？如果你成功，我北衙6郡的兵符尽归你手；但如果你失败，长公主府上下全要为之天怒陪葬。好，今日我萧柔以长公主印为誓，若天不佑我，随皇兄处置。吉时到，请长公主齐天。突然如此，祥瑞，天降祥瑞，祥瑞啊！天降，真是天降祥瑞啊！天降祥瑞！老天保佑！大皇子，天意如此，民心所向。大皇子还有何话要说？不是雕虫小技吧？别得意的太早。皇兄，天意如此，愿赌。萧柔，别以为靠这点手段，你就可以坐稳长公主之位。就算我兵符给你，也看你拿不拿得住。那就不劳皇兄费心了。比起某些人在背地里耍阴招，我这只不过是顺应天意。若是皇兄不服，大可以光明正大的与我比试，而不是在背后玩这些阴谋诡计。光明正大？你也有脸说这种话？若不是父皇的偏袒，你哪有今日？父皇的信任是我凭本事挣来的，倒是皇兄行事不择手段，难道就不怕遭人唾弃？听福儿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我会把你身边背叛你的人一个一个全部都除掉。那还请皇兄说话算数，先把兵符交出来。大皇子，长公主，陛下有旨，召二位即刻回宫。今日观星台之事，朕已有耳闻，你们兄妹倒是演了一出好戏啊！父皇，儿臣只是怕有人借天下蛊惑民心，扰乱朝纲。皇兄此言差矣，天象示警乃上天之意，何来蛊惑之说？某些人私下贿赂钦天监，那才是。够了！朕还没死呢，你们就开始争权夺利。柔儿，兵符暂不能归你。父皇英明。北境近来易，辰儿，你即刻出兵，就派陆九霄前去平乱。儿臣领旨。
你且陪父皇多说会儿话。柔儿，你长大了，你现在掌握北衙6郡兵符还时机未到，让陆九霄去平定战乱后，将6郡兵符、边境兵符一并交到你手里，才算稳妥。父皇，是儿臣愚昧了。哦，我的柔儿是天底下最聪慧的。若3个月内没有捷报传来，你就带着热虎符去北衙6郡，斩了萧晨及其。他麾下3万玄甲军，就是你的登天梯。女儿敢变成尸首回来，我就穿着嫁衣去阵前。公主，这里封蓝颜，九霄上一世没有前去征战，所以他这辈子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驸马吉人自有天相，公主天命所归，驸马此行必定大捷，凯旋而归。蓝颜，你真的值得本宫托付真心吗？你没事吧？你，蓝颜，又是你！公主真是气运加身，每次都能逢凶化吉。别看了，就我一人，此次前来是与公主谈合作。倒是个清秀佳人，只是你是谁的人，我们心知肚明。你又拿什么能和本宫谈？此乃萧晨与北狄王的密信抄本，原件在他书房的暗格里。几个月前，我亲眼看到他拿这封信换了3000狼骑南下。无妨，本宫倒想看看他要玩什么花。大皇子府豪气，倒是新鲜。如今萧晨杀人，都要寄信昭告天下了。好个里通外隐！你既能偷到密信，说明是他最信任的，那又何苦来找我，冒着性命？因为那日我看到长公主在观星台与天对赌，您就是上苍派来拯救大印百姓的圣主啊！说真话，恭维的话，本宫听多了。5年前，他拿我全家威胁，要我做他手中最称心的剑。可是他生性多疑狠辣，给我下了毒，每日丑时便如虫蚁啃噬。我亲眼看到他将我诱梦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求长公主怜悯，救救无双的哥哥弟弟。无双死后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为何笃定长公主能帮你？因为那日我看到长公主救了陆公子的家人。好，本宫就给你个表示真心的机会。谢长公主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去私自暗杀我的好妹妹？属下想替殿下分忧。上次破庙，若不是苏哲及时出现，你早就是一具尸体了。若真想帮本殿下分忧，就不会蠢到再一次失手。萧柔完好无损，倒是你自己搞成这副狼狈的样子。殿下恕罪，
那日不知为何，叶兰英突然发疯，属下难以抵挡。蠢货！不然你以为得蓝鹰者得天下是一句戏言吗？知不知道背叛我的人是什么下场？殿下，若此时您杀了他，相当于错失了一条最有用的线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属下的意思是，让他潜伏在萧柔旁边，将计就计。说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了结你的伤口之痛，好吗？多谢苏大哥，只要能解决这尸骨之痛，让无双做什么都愿意。最好是这样，你明日就去找萧柔，就说你拼死抵抗逃了出来，取得他的信任。若是有半点差池，我会让你看着你家人的尸骨被我一遍遍挫骨扬灰。是，多谢殿下，属下一定不负使命。多谢殿下。无双，这个是能够缓解疼痛的解药，你先收好。但药效只有3天，如果你要跟着的话。主上，你跟了那么多年，你知道他的脾气的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自作主张，好吗？明天一定要顺顺利利的，将功补过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为佛好，你若真心，为何不救我幼妹？当日主上喝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差事我会办妥的。公主，令无双的亲人暂未找到，意料之中。那明日是否按原计划进行？吃一时之苦，摸清朝堂之上到底有多少人是他的，才好制定接下来的计划。公主金枝玉叶，就让臣带你去。兰烟，我是个已经死过的人了，无惧。他以为暗格里的密信万无一失，却不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致命的破绽。但本宫得把这个破绽化为他刺向我的利剑。明日萧晨必定会以谋逆罪名弹劾本宫。好戏要开场，就让我的好皇兄先赢一局吧。父皇，儿臣有本要奏。长公主萧柔私通北狄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。陛下，老臣早就说过，女子干政，成何体统？北境冒犯我朝已有多年，狼子野心人人皆知。身为我大印王朝的长公主，却勾结敌国，实乃大逆不道，愧对祖宗。口说无凭，无凭无据，不要污蔑长公主。大皇子若是没有证据，岂敢在朝堂之上公然启奏？那就请大皇子拿出证据来啊！小柔，你可有话说？皇兄此言可有证据？此乃北狄王亲笔密函，上有王印，信中提及与长公主共谋大事。呈上来。小柔，你作何解释？巧了，皇妹这里也有一封密信。父皇还请过目。这封信是皇兄3年前与北狄使臣私下往来的证据。信中答应
只要皇兄割让边境3座城池，便可支持皇兄登上皇位。荒谬！3年前，皇妹不过还是个毛丫头，来的什么书信？此信必是伪造。伪造？皇兄手中的那封信，又怎么证明不是伪造？小臣萧柔，如此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皇妹心机深沉，早有不臣之心。皇兄，事到如今，何须再演？皇妹，你现在认个错，父皇念在你年幼，并不会重罚你。柔儿，你就别倔了。皇上，臣有一法子，可验信件真伪，可以辨别谁是说谎的那个人。满朝文武大臣，谁不知你是我皇妹的人？万一你故意在信中做什么手脚帮助，大皇子请慎言，臣乃大印皇室的大臣，更是万民的大臣，此等小人之举，臣不屑。大皇子还请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。皇上，臣请当着皇上与万民的面验信件真伪。准。你也是我萧冠当，现在跟父皇道个歉，就算这件事情翻篇了。小臣，此乃国家大事，岂是你3言2语就能定的？莫非你是嫌弃父皇老眼昏花不成？父皇息怒，父皇老当益壮，儿臣绝无此意。柔儿，你莫要让父皇失望。父皇，儿臣清清白白，不怕构陷。若本宫是真，皇兄，你该当如何？那若是皇子是真，皇妹又当如何？皇上，这2封信都是假的。荒唐！好得很呐！朕的一双儿女，朕还没死呢，你们就学会了互相栽赃。即日起，小柔禁足公主府，无诏不得出；小臣禁足皇子府，无朕令不得见。朕累了。都滚！哼！皇兄可满意了？彼此。公主，不能让你放心，这样的结局才是最好的。大祭司，皇上有请你御书房一句。是。大祭司。真假密信的戏码着实精彩啊！臣以性命担保，长公主密信是真，大皇子密信为假。住口！在朕面前故弄玄虚，你以为朕真的是老眼昏花了吗？臣不。你连真假密信的事情都敢做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？臣知错，还请陛下恕罪，但请皇上不要生气，保重龙体。祭司，大印子民人人皆知，得蓝银者得天下。你和公主走得这么近，是要公而告知天下，支持他吗？叶蓝音，朕再问你一次，你心里到底向着谁？回皇上，蓝银心里想着是大印子，是整个大印王朝。身为大印的大祭司，应该用尽毕生所学，为大印保驾护航，辅佐明君。为官者，心系天下，政之所要，在乎民心。这是5岁的长公主所说出的言语。她有勇有谋，在乎百姓。只要再给她几年时间成长，我相信，在她手里的大印
一定是四海升平，海晏河清啊！你刚刚也说了，罗儿还需要再成长几年。阿印呐，有些事不能操之过急，木强则折，当机则动。臣知错，但臣不。你为何擅作主张？臣不能让公主以身犯险，若本宫非要以身犯险呢？臣愿用自己的生命挡在公主面前。我知你不会背叛我，但我也绝不姑息你这样一意孤行。臣知之，危险之事必须让臣来设计，而非公主。而且今天这样的事，天子之怒，你一个人怎么能承受得住？更何况今天在朝堂之上，是人是鬼，谁可入？臣都了然于心。刚接到密报，3日后北境使者秘密入境。北境的秘密还有谁知道？除了我们的人，还有萧晨的心腹苏哲。既然已经有人搭好了唱头，那本宫主上放心，北境这边已经安排妥当，只等使者入境，便能坐实这长公主通敌之罪。说父皇的慧性，信不信？只要证据确凿，相信陛下那边定会起疑心。叶澜英今日在御书房足足待了半个时辰，你说他都说了些什么？陛下，刚看到消息，也在查北京使者。看来我这个好妹妹有危险。殿下放心，完颜鹤性格嚣张，极善调戏，就算是这么一出，他也没有办法。更何况，咱们这盘棋已经下了10年。大祭司，北境使者3日后抵京，我们是否要提前拦截？不必了。可使者入京，公主恐有危险。只有让鱼上钩，才能看到谁是真正的钓鱼人。去准备，3日之后，我要亲自接待这位使者。如果连这点小阴谋我都摆平不了，还当什么大祭司？北境使者参见陛下。北境使臣，如今两国正在交战，你北狄在这个时候来我大印王朝，怎么知道自己不堪一击，要向我朝求和吗？陛下，此乃我王亲笔，长公主3月前密信相约，愿以边境3城换我北境铁骑支持。这不可能啊！我早就说过，女子干政乃是祸害。诸位大人，现在都知道了吧？外臣在朝，休得胡言！小柔好大的胆子！柔儿确实大胆，但也不至于愚蠢到任人摆布。大堂之上如此装扮，这就是你们大印的待客之道吗？儿臣参见父皇。儿臣今日斗胆搜衣上朝，只为自证清白。儿臣恳请父皇宣见大皇子萧晨觐见，儿臣要与他当面对质。你想清楚了？儿臣自有章法。传大皇子萧晨觐见。宣大皇子萧晨觐见。
皇兄，这是做什么？你自幼是皇兄我看管长大的，如今却通敌卖国，是皇兄我看管不当啊！我宁愿你痛恨我一辈子，我也不愿见你误入歧途呀！是皇兄自己说自己看管不当，那这巴掌理应是皇兄来挨才是，以示悔过。父皇，儿臣今日要状告大皇子萧晨，他才是通敌叛国之人。呈上来。父皇，儿臣对您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这一定是萧柔伪造。是吗？那皇兄可当面对质。这封信是从你的心腹苏哲方面收到的，此乃萧晨与北狄王的密信抄本，原件在他书房的暗格。我早说过，好刀要用在刀刃上，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。真正的密信一直是这样。萧晨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这不过是他们兄妹之间的内斗，与我北境无关呐。无关？你敢说你不是他请回来污蔑我？若非他答应割让北境3座，怎会这样心甘情愿的冒险？萧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父皇，您不能全凭萧柔的一面之词，就将儿臣钉在耻辱柱上呀！儿臣贵为大印王朝的大皇子，完全没有必要去讨好勾结北狄呀！都是他萧柔，身为女子却一心想要干政。还有陆九霄，最近在北京评判，这说不定是他们早就沟通好的阴谋呀！父皇，请皇上明察秋毫，还大皇子一个清白。请皇上明鉴，证明长公主所言非虚。皇兄，你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见棺材不死心啊！陛下，此事，陛下，父皇，父皇。父皇，这究竟是什么人，如此的歹毒啊！萧柔，是不是你干的？知道今日北境使臣会来揭发你，所以你就提前对父皇下手。荒谬！分明是你贼喊捉贼。父皇要是有什么好歹，我定不会放过你。赵统领，急跳墙，先把长公主看管起来，待父皇醒来，再进行询问。末将领命。我看谁敢动本宫！你机关算尽，终会自食恶果。皇妹，太不是，你就好好的。不令。父皇说过要咱们和睦相处，我本无意揭发，是你阴谋诡计多端，是你想要置我于死地。怎么？现在感觉到自己只是要来讨好？只要你把解药给我，我便不理你。说八道什么东西？你我兄妹相残，万不该杀害到父皇。再胡说八道，信现在就要了你的命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来人！等一下。玉兰英，谁准你擅闯寝宫的？禁军呢？把他给我拿下！殿下何必这样？臣来是为救陛下。南烟，你有何办法？笑！
连御医都束手无策，能有什么办法？除非臣奉皇帝密诏，暗中调查北境军暴乱。现在真相已清楚，而且陛下所中之毒，并非寻常剧毒，而是寒水散。寒水散，此毒需以除血为引，否则3日必亡。萧晨，你居然敢对父皇用如此阴毒之物！闭嘴！叶南英，空口无凭，你敢诬陷本皇子！殿下。你为了隐瞒北境之事，弑杀父皇，嫁祸于我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本宫说过，你终要为自己的行为自食恶果。赵太师还不拿下逆贼！好一个叶兰英，这样就结束了。这旨意得出，护送长公主回府。父皇，你看来父皇还是很清楚，谁才是该被处之的。没听到圣旨吗？还不赶紧给长公主拿下！殿下得罪了。慢着，萧晨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会跟你认为，即使不得兰英，我也一样能得天下。如果你心中装的是万能，这天下给你又何妨？哈哈哈，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我是大印王朝的大皇子，这天下本就是我的。皇兄今日当真让柔儿刮目相看。大祭司，如今胜负已出，你作何选择？陛下的毒，真的假的？大祭司，刚才大家都亲眼看着父皇为了抢药，父皇若不，你就以死谢罪。臣可以以死谢罪，但在死之前，必须要解了陛下身上的毒。萧晨，你下毒不够，还对父皇下蛊，就为了把控朝堂。胡说，没给父皇下蛊，我只是给他下。这弑君之罪，可是皇兄亲口承认的。扶贫无惧，你敢伤害本皇子？你连父皇都下得起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你没有资格做我皇兄，也没有资格做这大印王朝的皇子。配不配？那你问问父皇。你。父皇，父皇，你醒了。父皇，儿臣是冤枉的，是皇妹她居然还想趁您昏迷对您不利。父皇，老奴亲眼所见，长公主持刀逼宫，臣也亲眼所见。末将亦可作证。胡说八道！分明在场的人通通都听见，他亲口承认弑君。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。是皇妹她诬陷我，还想趁您昏迷对您不利。够了，都别吵了。是皇妹诬陷我弑君夺位，我现在百口莫辩呀，父皇，一心求死，只为证明清白。好啊，你现在就去死！有凭无依。柔儿，你们先回去，等驸马凯旋归来，朕自有决断。蓝颜，你觉得这些都有意义吗？意义不是追求的，
而是在前进的道路上浮现。你看，就像那些星辰，看似永恒不变，其实一直都在燃烧自己。可我觉得有点累了，还不如当一个逍遥公主，每天无忧无虑的，不争不抢，重来一世，还是改变不了结局。你看北斗七星，7颗星辰互相守望，才能为迷失者指引方向。或许我们现在的坚持，也许在别人眼中就是一道光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。而且公主天生凤命，您的归宿就应该是9天昌河之上的宝座。你还是跟从前一样，今生也好，前世也罢，万一这束光需要用更多人的鲜血来点亮，那臣愿意做最后一滴血。没有哪条路是简单的，大印的每一个子民都值得你去守护。更何况现在还有转机啊！这是暗卫传来的消息，萧晨与北域商人来往密切，暗中多次频繁的运送物品。西域商人，萧晨他的这批货物，该不会是跟萧晨图谋之事有关？极有可能。臣已经派人继续追查，一旦掌握确凿证据，萧晨再无翻身之地。蓝颜，谢谢你。萧晨，纵使你机关算尽，也会露出马脚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让你的所作所为全部付出代价。父皇，您说妹妹是天命所归，可我觉得事在人为。您说你平日里疼她宠爱就算了，我也跟着你一起疼她，可你偏要信什么凤中，信什么得蓝阴者得天下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让她走，是为了护住我。说白了，您啊，就是太偏心了。大皇子，万万不可呀！现在时机不对，您别背负骂名啊！启禀殿下，昨日齐天剑来向皇上奏报，明日恰逢荧惑守心。说什么？荧惑守心？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奴才，快去传父皇的旨意。明日召开祭祀大典，长公主萧柔不能缺席。我要让这天下百姓们看看，谁是真正的天命所归。是。萧这次就是你死。查清楚了吗？萧晨他到底在运什么？回公主，商队押运的并非寻常货物，而是西域秘制的星云铁。星云铁，难怪他近日如此胆大，原来是想利用星云铁篡改天象，来坐实自己是天命之人的假象。星云铁确实可以干扰星象运转，若是他借大忌之气来影响天象世界，朝野必乱。启禀公主，大祭司，商队中还有南疆巫师随行。你说什么？南疆巫师？既然他想上演一出天命的戏码，那本宫就让他看看，到底什么才是天命所归。今日我代表陛下举行祭祀大典，求上苍庇佑大印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你凭什么代表父皇？可有圣旨？祭祀大典吉时已到。天啊，这是不祥之兆！上天不是已经示警过，长公主可以参政吗？
这才多久，又开始不响了？都是他，是煞星之命，所到之处灾祸不断，父皇昏迷不醒，时好时坏。如今祭祀大典再现异象，这一切皆是他带来的灾厄。老臣早就说过，女子干政就是牝鸡司晨，朝堂不安，百姓不宁。无凭无据，不要污蔑长公主。上个月，长公主的新政策还救了江北不少灾民。这长公主到底是灾星还是福星？皇兄，你有什么招数，就尽管放马过来。大皇子无凭无据，仅凭一场天气变化就要栽赃场面，是何居心？这是我从青天剑的密室偷出来的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灾星显示，大应必亡，而这灾星就是公主萧柔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人称吧，平日里没看出来呀。皇兄，你可敢让大祭司当场勘验你这古籍的墨迹？此等伪造之物也敢当作证据？韩义，信不信由得你。来人，把这灾星给我拿下，谢天下！把这灾星给我拿下，谢天下！谁敢？签书为证。公主上面刚给我们村修的水渠啊！天啊！大皇子又滥杀无辜了！反噬，这是奉命觉醒。皇兄可知，这古籍要用多少婴儿心头血炼制？你与南疆的交易才真正当诛。什么你？身为大印皇子，你所作所为，桩桩件件皆可诛。其一，你勾结北境，割让3城，视为不忠；其二，谋害父皇，夺权篡位，视为不孝；其三，勾结巫师，残害手足，视为不义；其四，你滥杀无辜，视百姓人命如草芥，视为畜生。你不仁不义，不忠不孝，有何颜面做我大印朝堂的皇子？又有何资格担起我大印王朝的重担？你闭嘴！这灾星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柔儿没资格，朕呢？你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父皇，你不是昏迷了吗？朕若是不昏迷，怎会知你连龙袍都准备好了？萧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父皇，萧晨他狼子野心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，儿臣恳请父皇将他治罪。起来说话。柔儿，朕已知晓他的所作所为，只是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如果贸然处置，恐怕难以服众。臣已经暗中让暗卫去收集萧晨勾结外敌，还有私制龙袍的证据，只是还需要一些时日。好，朕这一昏迷，倒让他彻底暴露了真面目。柔儿，明日祭祀，朕要你引他露出更多的马脚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不会饶过他。臣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不可能！一定是你们勾结好了来陷害我！你怎能偏心如斯？你怎能偏心如斯啊！你明明自己做错了事情，你有何资格指责父皇？是你出生那天，天降祥瑞，
父皇怎会偏心于你？及笄之前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的废物，你为什么变了这么多？我若还像上辈子那样愚蠢无知，岂不是又要在你手上死？臣这位血嫂容不得你狡辩。来人，萧晨及其党羽全部关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父皇，父皇！今日之事，多亏了长公主和大祭司。萧晨谋逆，证据确凿，罪无可恕。所谓是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往后我大印定当严惩奸佞，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，朗朗乾坤。陛下圣明。叶爱卿，他何时能醒？回殿下，大祭司是强行催动观星术遭反噬，加上连日操劳，这就得靠天意呀。本宫不要听天意，太医院若救不好他，全部的人都去给先帝守灵，滚！蓝衣，叶蓝衣，清规已乱，一天改命者当受千刀万剐之刑。你不听劝，强行逆天改命，以寿元为代价换长公主重生。你抽筋的反噬，你且好好受着吧。你是用你的命换得我的重生。奉命为辅，我。九霄，柔儿，有诈！九霄，公主，您又做噩梦了。自您从大祭司那儿回来以后，已经连续做了几日噩梦了。冬雪，替我更衣，我要去父皇那儿。是。柔儿，这么晚何事啊？父皇，儿臣最近噩梦连连，总是梦到九霄，他浑身是血的模样。儿臣想知道边境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报陛下，边境传来捷报，驸马陆九霄已经连攻3场，我军大获全胜。看你，柔儿，朕就说了，梦都是反的。九霄不但人没事，还连收3城，赏，重赏。父皇，您把信给儿臣看看。你这孩子，看。父皇，这当时白河关、锦州、滦县这3座城池，是哪几个督办官员修筑建筑的？是你皇兄萧晨，柔儿可是觉得有何不妥？儿臣觉得恐有诈。既然驸马连破3城，不如明天上朝就论功行赏吧。那是当然，必须重赏。报，前方军营已被攻破。报，对方已包围了。报，这3城粮草军械全无，分明就是诱敌陷阱。将军，整座城的墙基都被挖空了。果然是要请君入瓮，传令下去，
柔儿定会察觉，我们要赶快把事情处理好。李靖，是。陛下，陆九霄拥兵自重，长公主通敌叛国，请陛下彻查。证据呢？这是从陆九霄军营中搜出的密信，信中明确约定，陆九霄与敌国里应外合。此等粗制滥造，连3岁孩童都骗不过。不过最近倒是听闻大人与天牢倒是来往密切啊。长公主，莫要血口喷人，不过是例行巡查御政。巡查御政哪需要你一个内务大臣来操心啊？父皇，儿臣参政，绝不会让任何小人从中作梗，乱了朝纲。长公主说的极是，请皇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。你驸马陆九霄连攻3城，你哪儿来的密？叛国！臣报！报陛下，边境急报，陆将军的军队全军覆没。陆九霄肯定是故意全军覆没，逃避通敌叛国之罪，还请陛下彻查严惩。够了！就凭一份漏洞百出的密信，就敢妄下定论，朕倒要看看，没有确凿证据，谁敢动朕的女儿和驸马？陛下息怒，可如今边境急报，做不得假呀。陆九霄身为将军，全军覆没，这就是给我大印王朝蒙羞啊！而长公主也脱不了干系，若不彻查，恐难服众。哼！查？如何查？怎么查？要不要朕派你去边关查个究竟啊？臣定不辱使命。哼！柔儿，你可有良策呀？父皇，儿臣愿意去边境一探究竟。若当真是驸马叛国，儿臣甘愿一同领罚。准！小人这混蛋，竟然敢将计就计！如今局势逆，我们要尽快想办法。如果长公主去了边境，恐怕局势会对我们非常。要不，他以为我在牢里就奈何不了他了是吗？既然他非要跟我作对，那就绝不能让他活着到达边境。在下任务，让无双携一队人马去半路截杀长公主，以绝后患。觉得无双能完成这个任务？属下一定竭力完成任务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得干净，被人抓住把柄。是。这个树，踏着你的尸骨，一步一步的至高无畏。蓝烟公主，我有急事需要你为我处理。公主为臣强行定下血契，分担反噬之苦。公主要臣做什么，臣义不容辞。本宫既要这江山，也要你我都好好活着。既然是你为我举行禁术，本宫岂有让你独自一人扛下天罚的道理？臣这一生只为公主而活。蓝烟，海晏河清。蓝烟，你想要的海晏河清，四海升平，本宫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对了，我这趟过来，一是要跟你告别，我要去边境一趟；二是我想问问你，无双的家人，你安排妥当了吗？公主，此次出行，边境危险重重，您真的要去吗？不错，九霄如今生死未卜，朝堂危机四伏，我定要亲眼去看一看。若九霄还活着，我定要让他看到我是如何碾碎萧晨的野心。若九霄死了，我定要让萧晨血债血偿。这些都是萧晨的党羽，
先替我好好收着，另外一一将他们清除。紫气东来，星象已变，公主的命格终究要冲破这条枷锁。无双为萧晨卖命，只为家人被救。若救出他的家人，他才能真心为我所用。臣明白，臣定不负公主所托。你先好生休息，待我跟九霄凯旋归来。天色不早了，外面随行的队伍还等着我，我先走了。公主，保重。公主这个凤心真是越来越闪耀了。无双未辜负您的信任。殿下，仅凭一枚玉佩就认定长公主已死，会不会太草率了些？虽然是无双身负重伤带回，但属下认为太顺利了，恐有蹊跷。你在质疑我？无妨，此玉佩乃是萧柔母妃遗物，从不离身，足以让父皇深信不疑。苏哲，在，随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皇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父皇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是。父皇，这块玉佩你是从何处得来的？朕没有考虑你是如何从天牢出来的。父皇，这玉佩是李大人昨晚带回来，柔儿她在去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不测。那柔儿的玉佩如何到你的手中？这就是权力的象征。来人！来人！父皇，你就别喊了，现在外面都是我北牙六军人，就算叫不好我。萧晨，你这个逆子，是堂而皇之的弑权夺位吗？该歇息了。来人，在，把父皇送去勤政殿，好生自理。敢！你这个逆子！我有何不敢？自古以来，凡要做到这个位置，都得牺牲点东西。然如何能做？萧晨，你太让朕失望了！太让我失望了！你这个逆子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天谴！父皇，您不是最显天命吗？那您告诉我，为什么天命只能落在他萧柔头上？而他聪慧善良，心系百姓，自然是天命所归。而你本性是诡计多端，哪配得了这天下？聪慧善良，在儿臣看来，是父皇你的偏心罢了。你就对他偏袒有加，他要什么你给什么。我呢，无论我多努力、多优秀，在你眼里，我永远都比不上他。你错了，朕对你们俩是一视同仁，只是你太过急功近利，把所有的心思用到了歪门邪道上。一视同仁？那你告诉我，萧柔被封为长公主，
可以参与朝政的时候，我呢？我为什么只能被打发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？我寒窗10年，钻研兵法，我为的就是想要你认可我。可您呢，视而不见。给过你机会，可你每次都让朕很失望。你看看你现在所做之事，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啊！父皇，儿臣所做的只是为了想要向您证明我自己，想要得到您的认可。您不是信天命，我就想要证明才是天命。我想让你知道，我萧晨才是这个天下最适合做这蝼蚁的人。父皇，你别再让我失望了。下诏把皇位传给我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把咱们大英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的。父皇，谁要是你不听我就一他三族。萧晨啊，你是疯了不成？你如此的大逆不道，就算有一天你坐到皇位上，也不会长久的。长久？儿臣说了3次，令下去。在。皇年事已高，身体不适，可将皇位传位于我。3日后举行登基大典。是。我去告诉你妻子，3日后让他帮我主持登基大典。叶兰英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3日后，我就是这大英王朝的皇帝，朕的登基大典由你来主持。如今这天下还是朕的囊中之物。你做梦！如今这天下都是朕的。是朕。弘治行事，便是重生之时。你回来了。萧柔手腕上的红痣是怎么回事？告诉我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命吗？心系万年，就是天命，逆天而行，终被反噬。天而行，萧如重生归来就不是逆天而行吗？就说我这个妹妹，我这皇妹及笄之日，突然性情大变，处处着，原来是带着前世记忆重生回来。没关系，她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她已经死了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，朕要在登基大典上，全国百姓都看到萧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成瘾的。是。谁敢再说朕篡位啊？这把剑可是父皇亲赐。陛下英明神武，理应登基。小臣求君侍卫，人山共愤，请各位同僚。还有谁不服？那就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老夫有事禀报。老夫想问殿下，你可有陛下诏书？无。可有传国玉玺？无。既无诏书，又无玉玺，你凭什么登基？
这皇位是陛下的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谋朝篡位的逆子。今天老夫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揭穿你这狼子野心。陛下息怒，此等老顽固不识时务，理当严惩。陛下乃天命所归，何须诏书玉玺？陛下的威严，便是这天下的规矩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钟爱卿，平身。长公主进京了。九霄，公主，这些都是萧晨设的局，目的就是等你出宫。不该来，这里危机重重，稍有不慎的话。九霄，我实在太担心你，所以才……殿下，萧晨的人已清理干净，做得很好。大祭司已将你的家人转移阵地。接下来，你只需要效忠我一人即可。谢殿下，属下愿誓死追随殿下。接下来，萧晨，他只会更加疯狂。公主打算如何应对？让他以为我死了，岂不是更好？假死。带着我的玉佩去报丧。是。萧柔，你没死，你背叛我，知不知道背叛我是什么下场？不顾你家人。萧晨，你除了会拿我全家威胁我，你还会什么？我的哥哥弟弟早就被长公主所救。萧晨，你勾结北狄的密信在此，你私通外敌，谋朝篡位，该当何罪？就凭这些，你所谓的密信，你想要多少，我给你多少。你手里的那些，不过是我故意让人透露给你的诱饵而已。看来皇兄确实是费尽心思。皇兄此番举动是想昭告天下，要坐实谋权篡位之举。谋朝篡位，你可别血口喷人啊！这位就是魏敌派来跟你私通的使者。长公主殿下，您答应给我们城池，让我们助你登上皇位。一派胡言！爱卿，你们都看到了，长公主为了皇位，竟然私通外敌。皇兄，你这出戏还真是精彩，只可惜漏洞百出。这是北狄王最新的亲笔信，上面明确表示，与我朝交好，绝无任何。我怎么知道这是假造？那皇兄手里的就是真的？你连死讯都是假的，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出来的？啊？她根本就不是我的皇妹，她是带着前世记忆穿越回来的怪物。既是这样，亲手杀了，这一世她还想死在我手里，算得上什么天命所归？算得上什么天命所归？重生怪物。长公主，你这是吃了多少苦啊？长公主，您受苦了。这群老眼昏花的老东西，我都说了，他是怪物，他是重生回来的怪物。够了，萧晨，为了脱罪，竟敢编造如此荒谬的谎言，
可知我与众将士在外行军打仗的辛苦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军营中安插了你的眼线吗？诸位大臣，我确实带着前世的记忆，可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知道大皇子萧晨是如何的泯灭人性、残害忠良，才知道他如何将我们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北境。这是父皇在我去北境之前给我的传国玉玺，上面刻着4字：天命为皇。若我是怪物，他又怎会将江山传位于我？引言惑众！来人，这个妖女给我拿下！萧晨，父皇仁慈，给过你悔过的机会，可你却不珍惜。今日我便以清君侧的名义拿下你。来人，将逆贼萧晨给我拿下！将逆贼萧晨给我拿下！夫人，难道你还要与他狼狈为奸吗？你若是想让父皇死在无人知晓的角落，那你就尽管动手。你竟敢用父皇的生命来要挟我，萧晨，当真是要背负天下骂名才甘心吗？没错，父皇就是我的免死金牌。我不杀你，我看你能奈我何？大殷王朝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，简直是耻辱！难道你不是陆氏的耻辱吗？我的好妹妹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你的驸马爷陆九霄是真心的吗？如果不是你把他陆家上上下下保护起来，你觉得他是会选你，还是选他陆家？休要挑拨离间！你都说了，我乃重生之人，你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任你玩弄的柔儿吗？九霄从来就没有真心对过你，包括他成为你的驸马，也都是朕的计划之一，就是为了接近你、了解你、掌握你。难道你还要继续自欺欺人吗？自欺欺人的是你，从小不学无术，视人命如草芥，如今你已经死到临头，还口出狂言。本宫也不想再与你废话，你想拿父皇的性命来要挟我，你以为还在你的密室之中吗？找到了。没错，父皇他不忍下令杀你，特命我来以正符，留你全尸。长公主，所谓捉贼拿赃，仅凭你3言2语就能定大皇子的罪吗？何况皇上亲自下诏令，封大皇子为是。朝堂之上行凶啊！这就因为有你这样的助手，才会一点一点侵蚀大印朝堂，从上至下，害得老百姓民不聊生。还有谁不服？我的好皇妹，你这是要效仿皇兄？谁不服就把谁杀了。我大印这么多大臣，一个也可杀，杀的还助这天下悠悠众苦吗？凤兴临朝，天命所归，海晏河清，四海升平。唯长公主萧柔可为大印创造盛世，国泰民安。蓝颜，你的头发。臣昨晚夜观天象，已确定凤兴临朝，可登基。诸位请看，天泉星连缀成黄，唯余扫过地形方位，此乃紫微斗数载的凤玉龙庭之兆。至于大皇子，命宫贪狼星逆行，废主叛国，早已被天象示警。星象、天命，这不过都是你们的借口罢了。叶兰英，杀了你！蓝颜，你用了窥天术，你用了窥天术，
能为殿下看破天机，后进寿元又何妨？这是皇帝密诏。长公主萧柔仁勇兼备，朕100年以后当以女帝之礼祭大统，钦此。臣等愚钝，认奉长公主为女帝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传位给你这个怪物？萧晨，你可知先皇为何把传国玉玺刻为天命为虎？早在15年前，凤星显现之时，长公主降生，而你私通北狄之日，帝星便已陨落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萧晨谋逆之罪，证据确凿，即刻行刑，打入天牢。明日午时斩首示众。从今日起，本宫代行皇权，整顿朝纲。凭什么？小柔，别以为这样就完了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着你陪葬。上来，这辈子你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萧晨，你已经大势已去，何必苦苦挣扎？大势已去，就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主宰。柔儿，这一世终于护住你了。九霄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这辈子我守护你。九霄，九霄，父皇说，待我及笄之时，就将你许给我当驸马，你可愿意？不愿意。本宫还配不上你不成？才不是，是微臣配不上公主。我的傻驸马，2辈子你都逃不掉救我的罪，怎么会配不上？蓝月，你想想办法，你不是可以救他吗？你帮我救救。请长公主请。也没有办法。长公主，天命不可，但人心可得。陆公子为了大燕子民牺牲，还望长公主保重凤体，准备3日后登基大典。你1日未进食，多少吃点吧。蓝颜，天命不可违，
何却不救救九霄？您是在怪朕？有些事情，就算重来千次万次，结局也不会改变。可我想跟你们一起共创这大阴盛世。如今没了九霄，让本宫如何？无论是今生还是前世，为何终究逃不过这宿命？奉行就该有奉行的宿命。你的存在，是为了大印王朝的子民，是为了改变大印女子的命运。那这奉行之位，给你可好？公主，千万不能这么说。你是大祭司，生来就与别人与众不同，又心怀天下，不如就将这地位给你好了。公主千万不能有此等想法，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那你告诉我，什么是佛，什么又是魔？守苍生是佛，毁山河是魔，千万不可因为一个人而自甘堕落。自甘堕落。如今我连九霄都护不住，我要这奉行位有何用？他不过是用来囚我的牢笼，这皇室血脉又如何？重生又如何？我连自己心爱之人也护不住。你若执意如此，朕便以死相见。兰烟，兰烟，兰烟，来人，传太医！公主，既然醒了，就滚回你的清玄宫。还记得你10岁那年在观星台，为了平息旱灾，在烈日下跪了3天3夜。那时候的眼里满是拯救苍生的光。可现在，我连九霄都救不了。随我去京城看看。有些答案不在这方寸之中，连看都不敢看。激将法对我无用。你10岁，为父思父，看见流民一子而死，是你用了凤冠给他换了100担粮食，还有那个用你珠花换饴糖的小丫头，如今现在成了女大夫，还有那么多你帮助过的人，你真的要辜负吗？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。你看看你，人愿以魂魄换您重生。陆九霄用命守护的人，应该是心怀天下的消融，而不是现在自怨自艾的废物。你说谁是废物？难道我有选择的权利吗？随朕去看看，看看陆九霄用命来守护的人间，不管您做什么，朕都支持。金銮殿呀，朱砂墙，凤凰落在玉阶上。不嫌明珠不带冠，女帝一展破天光。箫自齐，柔自枪，女儿也能守四方。谁道女子不如男？看她剑挑九霄霜。您还没有登基，这民间就已经开始流传您的佳话了。青丝化作山河网，泪珠酿成护国汤。傀儡军前奉展翅，星官指路月引航。小娃娃莫慌张，女帝教你念文章。天为被，地作床，民心才是真朝堂。大祭司何在？臣在。即日起，
各州县开设女子学堂，束修简单，商户女子亦可自立户部，赋税与男子同等。战士死亡，将士遗孀，皆入我皇家慈幼院，由本宫亲自教养。回宫，准备3日后的登基大典。是。玄机玄卧，斗柄指银，金凤昊天，起凤立新元。太初有道，降而生皇，唯此吉日，昭告紫薇。坤德载物，凤鸣高冈，重农桑，安黎民，民行必教。烈圣在上，星辉为鉴，心地萧柔，成七政之正统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日月召回，经纬天地，今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公主，你3岁习文，5岁就写出治国策，惠及万民。整个大义王朝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当这个皇帝？可是我就想当个闲散公主，和驸马白头到老便好了。公主，您还记得您说过的话吗？为政以德，谨恭自省，君子行道，以义为师，不畏艰辛，志在兴国。耕者有其田，官者有其职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不以权谋私，当以民为天。柔儿，今日与陆九霄完婚，朕甚是欣慰。望今后你们夫妻恩爱，琴瑟和鸣。谢父皇。平身吧，诸位爱卿，朕以次长公主独立建府，所有事务将由长公主自行决断。日后长公主府就是朝中砥柱，诸位爱卿一定鼎力相助。柔儿，朕是终于服众。天听自我民听，天命自我民命。今承昊天之命，立誓于万民之前。朕萧柔今日在此立4誓，天地共鉴。第1誓，承天命，凡我大印子民，无论男女，皆可入学、科举、入仕，寒门亦可出贵子，女子亦可执朝政。第2誓，安黎庶，永不加赋，凡鳏寡孤独者，官仓供养；残害忠民者，凌迟处死。第3誓，正乾坤，凡犯我大印子民者，虽远必诛，虽强必戮，虽亲必罚。第4誓，见己身，若违此誓，甘愿天罚，人死销魂，不得好死。天命已临，命归九霄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月下，这圣旨可还满意？